各位朋友，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啊！高人呢真的是有的是。你别看我成天跟这儿这个自嘲，我说我是油管的第一野生国师，其实我这水平呢比人家那真正的国师差远了啊！中国真正的国师狄东升这个预测中美关系和川普的这些当选行为是吧？人家全说中了，各位啊，你们还记得10几年前吧，将近20年了吧？凤凰卫视有一档节目叫做《一虎一席谈》，年岁稍长的朋友都记得是吧？当时呢，那里边的节目里边充斥着中国的那些公知因为10几年前、20年前的时候，正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中国的这个知识分子这个相当一大部分是公知。当时呢，这个狄东升，注意这个字儿呢就是念狄那位说那不是念翟吗？而且这个翟是另外一个这个读音，人家自己说我们家姓狄，那你就得念狄是狄东升，不是翟东升各位。这人家上了那节目以后，你看看预测中美关系提前10几年说的全中。个人认为呢，就是去美国化的时代，其实恰恰是从2009年左右已经开始了。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察。在有一些学术会议上，我曾经表述为去全球化，整个世界过去持续了30年的由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由它为中心的全球化的趋势，已经出现了一个重大调整。你不能说完全的转向，但肯定是个重大调整。首先，美国自己不再愿意继续那样一个游戏，就他不愿意带我们玩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自己内部也正在开始出现一个重大转向。我们也不想再继续以前那个游戏了所以这是我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去全球化的时代，也是去美国化的时代。在这个时刻当中，我们应该更强化这个去美国化的脚步呢？应不应该往这个方向走，大步迈前？我们应该大胆的选择去美国化，但是呢，这个节奏非常重要这个 timing 非常重要，时机要非常把握好力度也要非常把握好。这是您的看法。来，我看有不同的声音。我们没有必要对中美关系那么悲观，因为中国跟美国表面看来在军事这个部分现在是处于小的局部的对抗和冲突的这个时代，但是两个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互信比任何时候都要好。中国跟美国关系现在是越来越趋近于平衡，这个全球事务当中相互之间的依靠，相互之间的这种合作的领域比我们想象的要广泛的多，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互信度也在增加。所以呢，我不太同意去中国化去美国化。刚才何教授提到一个相互依赖问题，在过去30年之间，中美之间是一个相互依赖那么我跟美方的包括美国国务院的一些朋友来讲，我说你们老把中国看作你的挑战者，但过去30年中国到底跟你什么关系？我说其实我们就是你的一个小妾而已。你美帝国是雄霸天下，谁不服我就揍他，我炸他。我说你们为什么能够称霸30年？冷战之后20年，整整一代人时间打6仗，但是你没有气喘吁吁。帝国气喘吁吁主要表现为通胀上升，你到现在还通缩，为什么？是因为不是你3.2亿人在战斗，是13亿中国人每天加班加点拼命省吃俭用，省出东西来输送给你，最后换回来你一张纸片 ，In God we trust， 是吧？然后我们再给你输血，你再雄霸天下，而你今天打算要把中国人踢出你主导的全球化，拿我们中国人话叫自决一人民自决一党。过去30年全球化，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中国从一个落后国家发展到世界老二。如果你说他给我一个纸片，我们这个纸片所有的国家都接受，因为美元是世界上的通用货币，用劳动力你能赚来钱吗？人凭什么卖给你东西呢？所以我们拿衬衫换他飞机。所以这个绝对也不可能所谓去掉美国化的，不可能去美国化，全球化我们受益。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经济有增长，但是这样一种增长它是有代价的。那如果你要真的让你搞一个问卷调查，问中国人满意不满意当今这样一种中美之间的总体上的尤其是经济政治关系这样一种方面，那我相信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测试，场下的你满不满意现在目前的中美之间这样的互动关系？满意的话举赞成，相反反对。3、2、1。当然我们做的是比较粗浅的、比较粗略的观察这粗浅的似乎印证了你的这个印象跟观察。现在中国已经成长到足够大，我们无法再依赖于别人的某个体系上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开始找到自己在这个全球体系中的某种定位。我们不能再拿别人作为坐标。那么未来货币我们要推人民币，语言我们要推中文
这样才能建设中国梦。在全球化这个时代，中美双方互相去对方化，现在是不可取的。刚才这个启光老讲，现在中国好像离不开美国，实际上美国也离不开中国。没有中国的这个廉价的商品，没有中国的这种投资，美国早就陷入经济混乱、社会混乱了。所以现在我认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呢，该合作上要合作，该斗争的时候要斗争。我也不同意刚才翟老师所提到的去全球化，因为现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发展的趋势，只能说在某一个区域应该是由谁来主导，由谁来负责这个事情，由谁把它降低到一个次要的位置。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也不想去美国，美国也不要去中国，这两个是没有办法离开我，我离开你的。刚才大家基本上都是反驳我的这样一个判断啊。那我想提出2点，第一点，从历史来看，过去500年走下来，今天我们中国人还是中国人，非洲人还是非洲人，也就是广义全球化还只不过是进步了这么一点。这说明什么？全球化往前的浪潮是很缓慢的，而非常曲折的。100年前曾经有过一本书卖得非常好，是个法国人写的，讲的是什么呢？说我们欧洲文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们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相互之间贸易、相互之间投资依赖已经如此严重，以至于再发生大国之间战争是不可想象。1907年这本书出版之后，被翻译成25种语言，包括中文，然后短短几年之后，第1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不能非历史的一厢情愿的去看待，这是第一点。第2点，中国的贸易增长中间55%是什么？是加工贸易。这个过程中利润谁得到了？土地3000亩地1美元白给，这是谁承担了？这个过程中环境污染代价谁承担了？所以为什么中国人民不满意？这是因为指标上看得非常好，但是中国民不满意。那么这样一个前提就是整个大蛋糕将会要重新切割，这个切割过程中，在对外政策上，整个全球格局上就会产生一些变化。不管我们接不接受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区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这个大潮，谁也挡不住。所以中国跟美国今后呢，必须要主导全球化，让全球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么再说，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会发生什么？首先我们说，2008年之后的逐步泛滥全世界的这样一个全球化的退潮，或者说逆全球化也好，这样一种潮流，它会向进一步深化。注意，在这儿我删掉了一些图表，因为我以前的演讲中间经常喜欢用的，我自己做了一个全球化指数，这里边包含贸易的全球化。FDI 产业跨境投资的全球化，还有一个什么 Portfolio Investment 跨境金融投资的全球化指数，把这3个指标分别是贸易、产业和金融投资的全球化，这3个加权平均之后，取得一个综合的全球化指数。这个指数1970年代开始，一直到2008年一路飙升，但是从2008年之后其实是下降的，包括此时此刻还在下降周期中还在下行周期中。那么假如特朗普有第2任期，可以想象这个指数进一步下降，为什么？那看他要干什么？他要大幅加关税最近呢，我做了一些调研通过一些朋友调研了一些信息源比较靠谱的人，了解一些情况当然也有很多的信息大面上已经开始披露出来，他也是大嘴巴，已经公开喊了，是吧？如果我要重回白宫，我要对中国的对美出口商品加征60%到100%的关税。更加重要的是，他不光是对中国，他而且要对欧洲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的对美出口商品也要加征较高的关税，可能不如中国高当然我的建议是什么？我的建议是不要在对美的关税谈判中间不要再追求低关税。为什么？人家就是反全球化的，你不要再用全球化那套说辞去跟他讲道理，没有意义的你要追求什么呢？不是追求低关税，而是要追求什么？非歧视原则。什么意思？就是你现在是咱们俩互相征20%关税，你要给我加到60%，在一种情况下，我不还手，我不增加对你美国商品的关税。什么情况？就是你向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加关税，但是你向墨西哥、加拿大、欧洲、日本、韩国、越南等等潜在这个竞争对手，我们的竞争者，对美出口商品全部都加到60%，也就是你不要歧视我中国出口商，是吧？那我就可以不报复，我继续保留什么？美国对华出口关税税率20%，我可以不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这个逻辑关系？不需要追求低税率，我们只需要追求什么？非歧视原则他加关税是为了啥？我们国内绝大部分同行都认为这是大国博弈，是为了捍卫美国的制造业。
那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个逻辑都是表面的借口。真实的、最重要的动机就一个，就是为了收点钱。他收点钱干嘛？用来平衡后边那个内政最重要的事情——减税。减税，减税是他内政的最重要的法宝。当然，减税最主要的获益者是谁啊？中产和富人，因为穷人本来就没什么税啊。减税是他刺激经济，减税是他回馈主要的资助方的最主要的法宝。但问题就在于，按照美国的财政的规则，你减税相当于我请客吃饭可以，你得自己找到财源去买单。这个财源在哪里？加关税。所以大家仔细看看啊，你要理解他的内政外交所有这些游戏，不要听他说什么，最重要的是看他的钱，他的财政平衡最重要的是财政平衡。这个时间关系加上场合问题，我就不细说下去我说这个事儿不是因为我有多聪明，我猜出他什么的，是吧？大家可以看看，我有中文发表的一篇论文，也有一篇英文发表论文。英文发表那篇论文是跟一个以色列人合写的。我们那篇论文解释了特朗普为什么要打关税战，他的核心动机是什么？一开始我也不知道，直到那哥们儿找我说，咱们俩一块儿合写篇论文吧。他的信息来源谁？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希纳库希纳讲的我岳父什么想法是吧？真正动机后来我们就写出论文。写出完之后还是有很多的同行觉得难以想象但我觉得道理就这么个道理大家回头去看，今年假如他有第二任期，他的整个游戏逻辑还是一致，还是这个东西就是要减税，但是要找到足够多钱。这个钱第一个考量叫做 Border Adjustment Tax， 这是2017年初到2017年5月份公开喊话，讲要对所有美国进口商品加征一定的关税后来呢，赵小兰的老公 Mitch McConnell 找到他说，你这样喊相当于什么？进口商品主要是什么？中下层人民消费的东西，你要对中下层人民的消费商品加征关税，弄来钱之后给富人减税，你这不是劫贫济富吗？太难看了，这不利于我们的选举。所以后来从2017年5月份之后，他就不提这个 BIT 了 Border Adjustment Tax， 改成什么？换了一个说法，说我要捍卫美国的制造业，我要把被中国人、被欧洲人偷走的就业岗位弄回来。他换了一种说法其实本质上就是什么？我们中国古人讲的朝三暮四，朝四暮三，是吧？耍自己老百姓玩。果然是国师吧？你看看人家10几年前在那个凤凰卫视的预测，和现在对川普上台以后的这种所谓的关税政策的这种预测，全说中了吧？中国有高人呐！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